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，终于又回到女儿山了啊！一来女儿山，我们来看看西瓜。我妈说西瓜挺大了啊，看看去这。现在这个西瓜是每天都要打那个插藤啊，就是分叉那些藤全部搞掉啊。今年西瓜其实感觉没去年好啊，看这边啊，全部死了啊！不知道是雨水多还是说大家说的虫根啊，就是说它下面再过一年了。就是有那种什么细菌还是真菌一样的死了，这一排基本都死了。这里有个大的，都要起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人家今天这个如何啊？人家金啊。有几个大的。阿伯你咋么小？你不听。5张的西瓜估计都4元了哦。哪来的钉子？那小那么高的。试一试，你20多元没法听。这个也蛮大了啊，这个应该有半个月以上就可以吃了。这个就比较小啊，应该是才长出2、3天吧。这种应该就是刚长出来的，好小。今年的西瓜差些，没看见灯王。这里还在下雨啊，我们这里快下2个月雨了，中间就出了2、3天太阳吧。今年这个雨水啊，比去年更多啊，陆陆续续都下了2个月了啊，一直没停啊，我都怀疑6、7月份要干了。然后一干的话，它更加扎实啊。干了西瓜其实也不是太好，在我们这里感觉是不是太好，会容易干死。还有那个鱼啊，没水了，那个豆花鱼也要全部凉。而且这种天气，又闷热啊。这种知了啊，一叫好像就是这种天气又下点雨啊，那个天气啊，你身上的那种汗啊，都是你全身都是黏的啊，全是汗啊，好闷热的啊，受不了啊！在这个西瓜田旁边还种了一些红薯啊，应该是紫薯啊，牛威的最爱啊，所以今年种的比较多。摘点黄瓜吃啊，你把它们摘好了？这么大的？那只好切，这边再给你摘了。摘了，再给你烧着牛的，哪有本啊？时候摘了嘛，小伙摘了，小伙它更齐些。这种大伙可以摘，2元论。哪儿有个？摘完了这个好。我们都可以，我们都入花。这是最好吃的。在黑田里。这边还有点嫩，那个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樱桃树啊。这段时间真的长得好大了，好高啊！但是这个樱桃树就感觉要凉了啊，因为旁边我妈种了四季豆啊，感觉长得好赖，好小，没营养啊，没太阳晒啊。你看那边的都还有高一些，好大，你看好茂盛。黄瓜这么大最好吃啊，又香又嫩又脆。第一根黄瓜是被我吃的，上次回来吃的，黄瓜长得还挺快。再吃点黄瓜也是真的香，好吃。等会儿给牛再来下去啊，因为和丈母娘在山下啊，山上别来，因为这个季节啊，过敏体质来山上了，很容易长头的啊。其实我现在在那个西瓜地和这个菜园转一圈，我身上都开始痒起来了。这个天气在我们这里感觉。空气是有毒的，我感觉。大家看看这个瓜啊，瓜叶长得很好啊，那个瓜苗很好吃。我妈今年种了100多株啊，这个瓜，然后一株结2个瓜，200个瓜，2株够了。大家再看看这边的西瓜啊，就这一块还好，看那边都全死光了啊。那边那个葡萄架都搭起来了啊，因为葡萄藤牵太长了，我爸和我妈搭的。这里也结西瓜了嘞，还这么大个啊！这些都种的时令菜啊，小白菜啊，专门给牛威种的，因为现在它只能吃一些比较清淡的啊，这种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啊，这种感光食品像豆类都不能吃啊。第2波时令蔬菜啊，也开始长起来了，这个蔬菜就不会断啊。这个藤子已经，那个葡萄藤已经往上牵了，已经牵架到上面去了。这上面搞的是那个贵族啊，上次说过了，贵族耐腐一些啊。
这个木桩子全部用了板栗树啊，板栗树搞个5、6年应该不会烂啊。你看，全是板栗树啊。这上面搭这个架子的就是杉树，它没接地的话，它悬空着杉树也是很耐腐的，一旦它接地的话就不耐腐了。这西瓜全部死了，而且是用营养和培育的。但是我妈后面又种了啊，又种了，这个可以到打谷子时候吃这个啊。相当于1000坛的话，有1个半月也可以开始吃了啊。今年我们也种了紫苏啊。其实我现在这段时间啊，在益阳吃紫苏吃习惯了，我也种了一点啊。其实这个煮鱼这些真的挺好吃。看看这个猪儿，这儿，看好肥啊！喂饲料啊，第1个月都是喂饲料。你没大便去喽，全是屎。他们还挺爱干净啊，你看这边喂食的地方，好干净。那边被他们拉屎的地方了啊，这样好多了啊，这个打通了，你看。他们猪身上也干净一些，这个就是从益阳拿那个香，蚊香啊，就是在猪栏里面熏的，挺好啊，猪也少受罪。我妈说这个猪长了，大家看看长了没？我觉得没长，但是今天买的猪确实肯吃啊，像我妈说的，太肯吃了啊，猪肯吃是好事啊，在我们农村有句话就是“长猪我够”。回到女儿山啊，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豆花鱼啊，前面我们去复查那几天啊，我叫我妈他们围网了啊，买了个网，整个田可能围起来了啊。今年这个鱼应该就要稍微好一些啊，不会像去年那么亏啊，至少1半要得吧，是吧？500条，250条，只有250啊。看看这个秧的长势啊，非常如花，绿油油的啊。前面很多朋友说我们秧栽太稀了，你看，这么宽的间距啊。其实你再稀，你看它的每一株花的那个秧花的多是一样的啊。像牛威他们那边那个秧啊，就是我们成块撒田里面的，但是它每一株没有我们这么大一把。你看我们这边好大一把，你看，20根啊，这么一把。如果摘的再稀一点啊，其实我们今年这个还摘密了啊，再稀一点，它一把都有这么大一把。知道吧？那个其实产量其实差不多的。大家看看下面这个田啊，好浑浊啊，说明鱼全部在里面啊，就特别浑浊啊，鱼在里面找吃的。外面你看就是围这么一排网啊，还搞了一些什么口袋啊、瓶子啊，乱七八糟的。这些是用来下那个白鹭的啊，白鹭也吃这个啊。现在唯一防不到的是水蛇啊，水蛇会吃啊，各种蛇会吃，好多水瓶子啊。放满了啊！这种白鹭这些看到了，它就不敢接近田坎啊，因为这个田鱼放的多，一排全部围上了。这边这个就没围网啊，都从那儿开始围的，鱼都到那边那节深一些啊，这边水好浅。这个网大概有60公分高啊，当时我买的啊，你看有这么高，这个鱼应该跳不出来吧？跳出来我就佩服它啊！你看这个水。好浑浊，看起来都爽啊！看到田里面水这么浑浊，整个人都感觉很爽啊！这边这个田是一样的，你看一下，都好浑浊啊！今年的雨大了啊，这个水家伙要涨洪水的，就跟涨洪水那个水一样的浑浊啊！这一片全部是很浑浊，雨比较大啊，所以说这里面游来游去，整个水都变得很浑浊。正常的秧啊，就这一块，你看有这么宽啊，有这么宽就是差不多可以了啊。这样栽是最好的，养鱼也好啊。这下面全是鱼啊，你看到有水波在动啊，下面全是鱼在游来游去的。这一节水比较深啊，秧也长得好，完美啊！就是我们当天买了稻花鱼以后啊，好像是第3天啊，我妈他们就吃鱼了，鱼跳田坎上去了，直接往田坎跳，所以说我就马上就把网买了啊，我妈就把它围了啊。这几天我妈说就没有在田坎上捡到鱼了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像那样啊，因为一直天天下雨嘛，天天下雨，那个鱼又这种闷热，这种缺氧的环境啊，它鱼老是会喜欢跳，叭就往田上跳，有的时候就跳到田坎外面，然后它就死了啊。所以说这种就很可惜，很浪费啊。但是那什么白鹭啊、蛇这些吃，那就没办法啊，也阻止不了。你看这山区这么多草
草丛、树啊，这些东西你避免不了这些啊。野生动物比较多，那个好像它也吃不了多少，鱼有这么大，它们有的根本就吃不到啊。前面提到过啊，就说在我们山区种田啊，到了这个季节有一件事很难搞，这田埂上长满了草，你草都成堆了啊。你就不比牛他们那边啊，他们那边就不用扯这个草，我们这也要扯的，不然的话你给这个秧打药啊之类的，在田上容易长蛇长蝎啊，往它长高了也影响那个秧啊长起来啊，这也是个非常大的工程都是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，在我们放稻花育苗的时候啊，有些朋友问东宝啊，就是这个稻花育苗放下去，这个秧还打不打农药啊？那肯定是要打的啊，不打农药，好像就是要绝产。好像就是不会有收成啊，在我们这里好像是种水稻是必须打农药的啊。你看看我们这山区，到处是那种草啊、树啊，那种虫子肯定是特别多的啊。基本上是过1-2个星期就要打一次，过2-3天打一次，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收成的啊。你说这个鱼肯定身上也有农药的残留，好像我们本地好像也就是这么祖祖辈辈这么过来的啊。你说有些地方是不打农药，我就不清楚了啊。田间地头转一圈啊，准备回去了啊，太闷热了。我们这里这个季节啊，又是下点雨，实在太闷热了，就像那个蒸笼里面一样的啊，全身就是很黏，全身现在冒汗啊，受不了啊。这个季节啊，虫菌也要开始长了啊，看吧，待会儿或者是明天啊，去山上看找虫菌去啊，好吧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啊，拜拜。